你的愿望我听到了哦。是啊，总觉得哪里都挺好，又都觉得哪里差点意思，不够特别。专属于我们的蜜月，当然要和亲亲老婆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既然都说到了亲亲，那……知道，遵命。花生这是带来什么好东西了？我们一起看看。今年和 Luke 的薰衣草花海将是有史以来开得最美最茂盛的一次。来和 Luke 与您的爱人遇见一场不容错过的浪漫吧。感觉花生的选择不会错。要不我们就去维尔德海文度蜜月吧，一起去看浪漫之心。哈，我的心思这么好猜吗？已经知道是我准备好惊喜了。总之跟着我走就好，到了你就知道。注意哦，这里有道门。对啊，好看吗？你猜？
是我想喂你吃，然后你再喂我，可以满足我吗？来，张嘴啊！Goedemorgen，两位客人是想租借小艇吗？我们这里有多款小艇可供选择，两位可以先看看。刚好我还有些筹备工作，等两位看好，直接叫我就行。还挺有意思的。每个小艇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甚至还有出生年月和星座。水塔工程队，反重力奶酪，真会起名字。这艘小艇叫艾瑞尔恋歌，看来是根据封神传说设计的。图案是很好看，也很符合整个传说带给人的感觉。是啊，维尔德海文的人都信仰风神维尔德林，而艾瑞尔是风神在人间游荡时爱上的人类少女。只是人的生命有限，人神相隔，他们的恋情不被神界接纳，维尔德林也无法放弃作为风神的责任。然后就是在维尔德林的争取下，他被准许陪伴艾瑞尔直至他死亡。在艾瑞尔死后，风神选择不再踏足人间，但他将爱人的头发化作风车，而每当风车转动，都象征着风神对爱人的永恒守护。这就是风神的传说。的确很凄美，但这里的人都把这个故事视作是对爱情的守护与忠贞。即便艾瑞尔离开了，即便风神仍有着自己的责任，可他依旧永恒地惦念着所爱的人。好啊，被你听出来了。我是合格的蜜月导游，当然要给老婆安排的明明白白喽。两位选好小艇了吗？我们选艾瑞尔恋歌。两位很有眼光，艾瑞尔恋歌很适合这趟旅程。其实关于风神就是刚才我走过来的时候听到先生说了一些，但风神的故事远不止那些。还有一个我们当地人才了解的不成文传说，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兴趣？当然。其实在风神的故事里，他与艾瑞尔就是在浪漫之心定情的，因此我们这里流传出一个说法，如果相恋的人们替风神把人间的礼物带给艾瑞尔，就能获得风神的祝福。风神的祝福？就是去往浪漫之心的路上，把遇见的彼此喜欢的特产纪念物共同放在一个玻璃瓶里。当然了，纪念物的数量越多越好。然后把玻璃瓶带到浪漫之心，并在薰衣草花海里表白彼此。如果这时一旁的风车被风吹动了，就说明这对恋人的爱情获得了风神的认可，也收到了风神的祝福。很抱歉，
其实我们一般不会和客人说这个的，就怕情侣们因为风车转不转闹别扭。我是看两位感情很好，又正好要去浪漫之星才提起。没事，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不成文的传说挺有趣的，但是条件又有点苛刻。毕竟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其实前面的准备与最后在浪漫之星表白后风车是否转动根本毫无关系。是啊是啊，但我们本地人也有不少听了以后去尝试的呢。总之，两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我看两位这么甜蜜，一定会成功的。哎呀，话题也说得有点远了，我现在就帮两位办理艾瑞尔恋歌的租赁手续。是啊，感觉都很幸福的样子，真好。哎，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你快看，那条水道拐角的地方是不是有面旗子，上面还画了块奶酪？应该就是那边传来的味道吧，我们过去看看。Holdmorhen， 两位好，要不要来尝尝我家的奶酪？全部是纯手工制作，绝对天然。这种叫做浩达，是我们维尔德海文最经典的味道了，快尝尝。谢谢，那我们试试看。真的好吃哎，很不错的味道。看两位吃得惯奶酪，很适合在我们这里生活呀。哦，对了，两位要不要挑战一下最近推出的新口味？味道虽然没有浩达那么温和，但很丰富刺激，我保证绝对回味无穷。不过不勉强，这种创新的口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要不我先试试，看了我的反应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吃。哎，等下等下，你怎么把拍立得拿出来了？来了，最新的口味，我把它叫做 Leven。你们先尝，我去准备点其他东西。这看上去也没什么嘛。怎么这么辣？
哎，好像又不是单纯的辣。味道开始有些变化了。哎，你在偷拍我？被记录下狼狈的一面了。真的很可爱吗？这样啊。其实我感觉这个奶酪还挺好吃的，虽然一开始有点辣，但味道就像过山车一样，真的很刺激。要不你也尝尝吧，我也很想记录下你的可爱表情。刚才听摊主大叔推荐，感觉木鞋工坊也挺有趣的。要不我们先上岸回城里逛逛，然后再坐观光巴士去浪漫之心。早知道我就不绕弯子了，反正总会和你想到一块儿去。我是觉得反正所有的浪漫都不讲究科学，而且我想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好运，对吧？这个嘛，要是到时候风车真的没被吹动，那我就是一只误信传说的小狗，汪汪。你一定不会和小狗闹别扭的，对不对？你看那边，好厉害！哦，原来有客人，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忙着做鞋，没有注意。啊，没关系，我们也有幸欣赏到了一场很精彩的公益表演。哦，哈哈，不过就是个老手艺而已。那两位是想定做木鞋，还是？我们是听其他人介绍说这家工坊值得一看，所以就过来了。这样啊，好，那我带两位到外面看看吧。正好一批新做的木鞋都完工了，两位可以试试。这是我们新做好的一批，两位随意挑选，试穿的时候小心一些就好。好。
么了？哎呀，维尔德海湾的传统木鞋就是这样的。不过你说像企鹅，那企鹅的互动方式是不是应该……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选好纪念物，放进玻璃瓶之后，就去浪漫之心吧。再晚一点，可能要赶不上入园了。当然可以，我也很喜欢，还觉得这很经典呢。接下来，老婆，小心哦，这里有台阶。我来牵你。在想什么呢？看你的表情，好像有些走神。我也这么觉得，甚至会有一些羡慕。啊，你的愿望我听到喽，然后我想很郑重地答应你，我们回去一定会的。我会想很多很多的小惊喜，会在意每一个生活中平凡又不简单的小细节。我会和你创造出属于我们的每一天的浪漫。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你看。哼哼，那当然了。都等多久了？巴士怎么还不来？我也不急。
您好，本次巴士的终点站风车小镇到了，麻烦两位下车。这么看来，我们是坐过站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车上睡那么久，估计是累了吧。不过现在要是再折返去浪漫之心，感觉也赶不上入园了。要不我们在风车小镇住一晚，观光一下，明天再过去。我也这么想。看你这样子，我们等会儿先去吃个饭，吃完以后再看看你的状态。要是走不动了，我们就直接回来休息泡澡，好吗？看介绍说，这里基本都是本地艺术家的原创，很有设计感的样子。啊，来看这个。来到这里，我想到一首歌，大风车呀，滴溜溜的转，内容都很有趣，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里。但来到这里之后，我似乎也变得浪漫起来。浪漫万岁！要不，我们也写一个？写些什么好呢？哪有啊，我只是想不出来写什么，还说我呢，你自己不也是？要是想不出写什么，想想画什么也行，反正都是留言。当然好啊，而且说到功劳的话，他还不止这些呢。
不用，睡到自然醒吧。不怎么办？反正浪漫之心就在那里，我们也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总能到达。笑得这么开心，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现在时间还早，我们一定能赶上。除非出现什么意外，比如巴士半路抛锚。知道了，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先松手。呸！我们一定能顺利到达。刚才是我乱说话，就别和我计较了。哎，是昨天的2位，下午好。这要准备走了吗？我们打算去浪漫之心。啊，原来是这样。那我想2位一定是来度蜜月的。哦，对了，既然2位是来度蜜月的，今天又这么巧的遇见，我把这个送给2位吧，希望你们能过得开心。最近我们风车小镇和浪漫之星之间设计了一条花船水道，能从这里直达浪漫之星。现在正在做公开营业前的最后测试，凭这个硬币就能体验。2位去试试吧，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很不错。当然没问题，我们这里很讲究缘分，而且我觉得2位比我更适合体验。好，那谢谢你了。无论多美，我们一起看看就知道了。好美，远比宣传页上说的更漂亮。看来我们是选对了地方。是，一定要奖励他一些小零食。不过怎么刚来这儿就说回去以后的事了？这可不行哦。来，我们走吧，一起去更深处看看。是秋千，我们走到浪漫之心中央了。
既然已经走到这儿了，我推你荡秋千，好吗？因为我有话想和你说呀。我想说的是关于那个传说。明明我的理性一直在告诉自己，风车的转动只与当下的气流有关，但一路上我的心里总是在反反复复，总是期盼着一定要实现那个传说，与你一起得到幸福的祝愿，却又担心着。我们总是一样的，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感情本就不需要被考验，风车是否转动有什么所谓呢？最重要的是，我确信我已对你献上我所有的忠诚与爱。想说什么？告诉我好吗？我一直就在你的身边，也一直把你所说的一切放在心上。原来是愿望。好，我听见了。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不会分开，永远都在一起。喂，睡醒了？终于愿意接我电话了。好啦，不开玩笑了。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你睡得很香，舍不得吵醒你，就偷偷自己出来了。我去哪儿了？还不明显吗？对，我在木鞋工坊。不愧是我亲爱的老婆，一下子就猜出来我想做什么了。你说的没错，我想亲手做一双木鞋送给你。我也没想瞒你哦，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你想要什么图案。是喜欢维尔德海文这边传统的图案，还是喜欢创新一点、设计感强一点的？我要刻在木鞋上。哦，原来你喜欢这种风格。有了，我知道刻什么一定会让你又惊喜又满意了。想让我先透露下具体的图案？不行哦，这个我想保密一下，不然就不够惊喜了。乖嘛，等你拿到手就知道了。怎么临时想到去做木鞋？好，我这个答案不保密。
其实不是临时起意才想过来，那天在木鞋工坊看老师傅表演的时候就有这个打算了。而且我听说，在维尔德海文，新婚丈夫送给妻子自己亲手做的一双木鞋，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意味着无论前路如何，丈夫都愿意陪伴妻子，一路相互扶持，一同前进。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这里了，我当然也想把这份传统的心意亲手送给你。听我这么说，想直接过来看我做木鞋？当然好啊，那我就在这里等你。